托我妈的福，我从来都没有空闲时间帮把手的事。反正你有空，你去一趟吧。为了听别人的一句好，我妈恨不得全世界的事都揽下来。我反抗过，却都被我妈的撒泼打滚压了下来，那就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了。我也学她揽活，把其他人的事揽到她身上。一家人有好大家分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医院走廊里，我双眼无神地发呆，麻木地听着陈姨的絮絮叨叨。小雅，今晚真是多亏了你妈，我们家才不至于手忙脚乱。虽然帮忙的是我，但她感谢的是我妈。我看了眼等着我回应的阿姨，敷衍地笑了笑，烦躁地瞥了眼挂着的吊瓶。这该死的吊瓶什么时候才能吊完呢？大半夜我被我妈从被窝扯出来，就为了让我陪不熟的邻居阿姨来医院。我都没见过你妈这么好的人，我都没好意思打扰你们的。你妈听到后直接就说抱她身上，让你陈哥他们夫妻回去睡觉。陈姨抱着孩子很是感动，我却深吸了口气，脸上已经挤不出任何笑容了。这样子，你陈哥他们明天就能有精神上班了。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见了，满心的愤懑和不解让我快要控制不了我的表情。好得很，我妈可真是个为人着想的大善人啊，让自己女儿遭罪代替别人遭罪。我怕我再留在这，就要多出个女子深夜在医院发癫的新闻。硬邦邦的道别，陈姨，你这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，等会还要去公司。哎呦，你妈不是说你明天不用上班吗？陈姨十分诧异，连忙说道：那你赶紧回去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陈姨的一番话让我更气得两眼发昏，应付陈姨几句就赶紧往外走。我和我妈说明天要全公司团建去爬山，感情是觉得我去玩不用睡也不要紧是吧？不赶紧回去，我都怕我回不去，直接被她气住院了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，只睡几个小时还要爬几个小时的山，我简直感觉我精神都要出走了。刚进门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妈妈抬头扫了我一眼，开口道：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今早你怎么不陪你陈姨回来？今早我知道的时候，我都羞死人了，哪有人帮到一半撂担子的？我被我妈这番荒唐的话气得浑身发抖，她还继续念叨着：你陈姨的孙子还生着病呢，你就这样把他们一老一少扔在医院，你好意思吗？我再也忍不住，把身上的背包用力往他的方向一砸。我把他们扔在医院，不是你先把他们自作主张扔给我的吗？你可真是个大善人，别人都没让你帮，你倒是上赶着把自己女儿推出去熬一整夜。我感觉我真的要疯了，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冲他大吼：我没有和你说过我今天要去爬山吗？你不担心你女儿熬夜之后爬山会猝死，倒是担心别人上班没精神。妈妈气短解释：你不说是团建爬山吗？我以为就是去逛逛，哪里知道你们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是不在意。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你永远只会为了你那丁点名声，恨不得把整个小区的事揽回来让我搞定。我用力抹了一把眼睛，努力让视线清晰，却怎么都没用。我崩溃的声嘶力竭。我说过多少次，不要替我答应别人任何事，你永远不听，是不是要我真的死了你才安心？一听这话，原本还有些心虚的妈妈就直接炸了。这么小的事，你还要发多久脾气？还说什么死不死的？你这就是在威胁我，让别人听到还以为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呢。我看是你想逼死我这个妈，才会把这么一个屎盆子扣到我身上。我妈越说越气，
也越说越理直气壮。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不孝女，还一点善心都没有？你年轻体壮的，就一晚少睡点怎么了？还用死来吓我？又是这样，完全说不通的。我绝望地深吸一口气，不再管我妈，捡起书包往房间走，用力把门摔上，试图把还在骂我的声音关在门外。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我被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吵醒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原来才睡了半个小时。我听着外面的声音，平静地看着天花板。妈妈又开始了，这个家只要有人忤逆她，她就会弄得全家都不安宁。这声响不就在告诉我，她现在很不开心，我最好马上出去认错。外面的声响因为我没有反应，开始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靠近我房间时，爸爸回来了。这下子我妈的情绪瞬间找到了宣泄的地方。你管管你的好女儿吧，我是管不了了。一进门，这么大一个书包向我砸过来，吓得我心脏都要跳出来。后来说了她几句，就说我故意逼死她，哪有这样的女儿，都怪你惯坏她，脾气是越来越大。看，下午摔门给我看，发脾气发到现在。这一番颠倒是非的话，又一次成功让我气血上涌。但我今天真的好累啊，没力气和他吵了。不过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，吵也是没用的。我从记事起，我妈就非常享受别人称赞。一开始只是其他人让她帮个忙，她放不下善人的人设，随手就让我爸帮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为了得到别人的一句夸，我妈开始大包大揽起来。当然，她只负责揽，任务全都分到我和爸爸头上，小到帮人跑跑腿、打扫一下卫生，大到让我去医院陪床，让我去给人献血。而我爸包揽了我妈接下的体力活，还是整个小区的免费电工。我不是没有反抗过，下场就是我妈闹得家宅不宁。然后我爸过来劝我，小忙而已，帮就帮了，我几十年都过来了，别惹你妈不开心。想起我高三时，因为我妈擅自替我答应别人补习，每天晚自习上完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我都要骑车去帮别人补习。我不想去，我妈会就说，你这是失信于他人，你读书就读出个这样的模样。我心里压抑得快要窒息，用被子用力盖住我的脑袋。为什么我的妈妈是这样的？为什么我的妈妈就不能心疼一下我？我单方面和妈妈冷战了，不和她说话，吃了饭再回来。我好像总是只能用这种幼稚的方法来发泄我的怨气，毕竟她是我妈妈，今天也是如此。我回家放好钥匙，没有往妈妈那边看一眼，就打算回房。砰！妈妈把遥控扔到茶几上。你看你女儿，天天那个死样子，给谁看呢？这是翅膀硬了，丁点事儿记那么久，还天天甩脸色给我看。我爸温声劝道：那天确实是你不对，小雅不开心，你就让着她一点。妈妈的声音骤然提高。我还要怎么让他？还要我这个做妈的跪下求他原谅吗？好了好了，你怎么又急起来了？反正你也这样想，那你也别理他，这样也能让孩子清静几天。我不和你说，没一句话我爱听的。对了，过几天好像要下雷暴雨，我答应了我们这栋楼的人，让你这几天检查一下电路，免得有隐患。下个月吧。这段时间公司也很忙，任务都满满当当的，那怎么能行？我都答应了，检查电路而已，又不用修，很快的。你每天下班回来检一点，几天就好了。没有听到爸爸的回应，妈妈在开口就已经带着哭腔了。你就是想让我在所有人面前丢脸，这点小事都不愿做。一时外面一片安静，只剩下妈妈的抽泣声。好一会，才听见爸爸开口：别哭了，我答应你还不成吗？
妈妈又一次大获全胜。我知道我妈只能安分一段时间，但没想到我妈会直接给我一颗雷。还在上班的我，突然收到前男友的信息：零钱截图 JBG 零钱。截图内容是一张我和他的合照，还有我大舅调侃林前和他侄女谈恋爱还瞒得那么紧的聊天记录。轰的一声，我气血直往上涌，不用照镜子我都知道我脸有多红。我深呼2口气，才压下情绪，关掉前男友那让我脚趾抠地的对话框，打算去问二舅哪来的照片。一退出，才发现家族群里的消息：西表妹，原来表姐的男朋友这么帅，还一直说自己没有男朋友。下面就是一连串我和前男友的照片，我一下就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抬手捂住我气得想哭的脸。我这些照片只有放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里有，那笔记本电脑表妹是怎么拿到的就不言而喻了。正是想明白，我才会如此绝望。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？所有物吗？我回家后在厨房里找到他，我努力平静地问道：我笔记本电脑呢？你那电脑啊，我给你表妹了。妈妈转头看我一眼，就继续专注炒菜，满不在乎地继续道：你表妹来借，还夸你电脑来着，说都没用过这么好的电脑，看着怪可怜的，我就让他带走了。我都要被他气笑了。深呼吸几次，才压下我要爆发的情绪。你知道那是我的房间，我的电脑对吧？反正你那电脑天天放家里，就说明你上班不需要，你就最多下班回来玩一下而已，其他时间都是机会，还不如用来帮别人。更何况你帮到的是你表妹。我以为我可以保持冷静的，但我高估了我的功力。我尖声质问：那是我的电脑，你有问过我一句吗？那里面都是我的隐私，全送到别人手里了，你满意了？话音刚落，我妈咻的一下转过来，指着我鼻子就开始开骂。我说你怎么一回来就对着我这个妈骂呢？原来就因为你妹发的照片，不就几张照片吗？哪对情侣没有拍过照片，被家里人看见而已，也值得你对我大吼大叫。我都还没问你心里有没有我这个妈，谈个恋爱我竟然是最后知道的。我崩溃，那是我的东西，你凭什么擅自给别人？你真是长大出息了，和自己的妈妈分你我，你都是我带出来的，你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动。妈妈警告地瞪我一眼，不分你我是吧？我快速走到客厅，把我看到的东西都往地上砸。你疯了吗？妈妈跑过来想要阻止我，我避开她继续砸。我有权处理我的东西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妈妈气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举起锅铲往我身上打。我躲到沙发后面，继续拿起所有我可以拿到的东西继续砸。既然你从来都不让我好过，那就都别过了。大概是我神色癫狂，妈妈一时愣住，神色竟有些不知所措。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僵持。妈妈一下有事情做了一样，赶紧去开门。一开门，邻居就拉着妈妈的手往外走。老陈啊，出事了！你家老徐从梯子上摔了下来。我们一惊，赶紧跟着邻居走，赶到现场，只见我爸躺在地上，地上还有一些血渍。看我们过来，围观群众急急忙忙地给我们复盘当时的情况。原来爸爸是因为一时踩错脚才掉了下来，当时老徐还没有上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状态不太好，还劝了2句。对，老徐一看就没休息好，我也让他改天再弄，他非说没事。看着躺在地上还努力对我和妈妈笑的爸爸，在听到前因后果，我直直看着妈妈。我可太清楚罪魁祸首是谁了。我妈目光躲闪，不敢对上我的视线。
我看着他大声且夸张地关心爸爸和四处询问救护车怎么还没来，只觉得好笑。在救护车上，我对我妈的怨气已经膨胀到无限大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理她，无视她委屈的神情，无视她心虚的神情，不知道这几分心虚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最后，爸爸脑袋缝了3针，还有轻微脑震荡，医生让回家休养了。我松了口气。今天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太多，在得知爸爸没事的时候，紧绷的精神终于有片刻的放松。妈妈频频试探地看向我，我也懒得理她。今天的事，明天再解决吧。大约是看我态度有所缓和，妈妈认为事情都过去了。妈妈长舒一口气，放松地坐在沙发上，脸上多了几分笑意，还和爸爸假装抱怨：“你也真是，都不会护好自己，搞得全家都为你担心。”爸爸听了，只温和地笑笑。妈妈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幸好你没事，就是可惜答应别人的事要失约了。”我的愤怒像狂潮般涌上心头，无法遏制。你只记得你自己答应的那些破事是吧？我猛地把遥控器摔在地上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胸膛剧烈地起伏着，仿佛要炸开似的。我和我爸的身体都没有你的名声重要是吧？爸为什么受伤你心知肚明，你怎么敢再提起你那些破事？爸妈被我的动作吓了一大跳，妈妈眼里瞬间蓄满泪水，委屈道：“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哪有不在乎你们？你爸受伤不就是个意外吗？难道我想吗？”我迅速拎起抱枕砸向我妈，打断她那让我恶心的话术。爸没有说过过段时间再检修吗？还是他没说最近很忙？你有为他考虑过一点吗？我讽刺地笑了笑。还有我的电脑，甚至在陈建熙把我的隐私发到家族群里，你都没有觉得不对？你有尊重过我吗？所有你认识的人都比我像你的女儿，我就是被你派到各个地方的丫鬟。妈妈被我说得满脸涨红，委屈地看向爸爸：“老徐，你看他说的是什么呀？这样说我，传出去别人怎么看我？我更疯了，手边拿到什么都往地上砸，别人怎么看？你永远只在乎别人怎么看，为了别人夸你一句，你就能不顾我爸和我的死活。你如果是自己去做，我都懒得理你。你偏又要名，又不想出力，想得多好啊！偏我也蠢，总觉得你是我妈，你开心，我做也就做了。没想到你越来越离谱，一次又一次。最后是不是我们家要一无所有才能成全你那虚荣心啊？我没有。妈妈像受了大委屈，坐在沙发上直哭。我不都是为了我们家吗？都是邻里街坊的，处好了不也对我们有好处吗？不就让你空的时候去搭把手而已，怎么就变成我要害你们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妈妈？我为这个家做了那么多，在你心里就是这样想我的吗？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算了，还不用碍着你们父女俩的眼。说到这，妈妈就起身嚎啕着往外走，路过爸爸身边，被爸爸拦了下来。阿雅，你妈妈虽然有些糊涂，但始终是你妈妈，你说的太过分了，给你妈妈道个歉吧。我嗤笑出声，就是我爸这软弱和纵容的态度，才让我妈得寸进尺。你爱做他扬名的工具人是你的事，别想再拉我下水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不可能再妥协。妈，你再像以前一样试试看，我会让你体会我现在的感觉。来惹我就都别好过。说完，不管满屋狼藉和爸妈，转身回房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请假去拿回我的电脑。在全程舅妈阴阳怪气、我小气和表妹衰衰的打发脾气中，我只有一句话：去找我妈。出门后，我马上打开家族群，把我无意中拍到的照片发上去。气表妹，我的那个早就分手了，
还是你这个帅。不过我还是觉得你还是高中，还是应该以成绩为重，对吧？大舅妈，大舅妈。发完，我满意的把手机揣兜里，让你得了我的东西，竟然还泄露我的隐私。回到家，刚好还听见我妈在电话里和舅妈替我道歉。家里还有2个小男孩在家里跑酷，这又是在搞什么？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，不理他，直接进房。没想到不一会儿，房门就被敲响。我做好备战状态，打开了房门。妈妈一脸笑容看着我，不是来骂我的，这不正常。雅雅，妈妈知道错了。你看，你把电脑拿回来了，昨天砸了那么多东西，应该气消了吧？我不搭他的话茬，有话就说，没有我关门了。妈妈讨好的笑着说，帮妈妈照顾一下外面那2个小孩好不好？他们精力太旺盛了，妈妈这身子骨照顾不过来。你爸又说一出来就头疼，呵，才1天就固态复萌。我退后一步，打算把门关上。妈妈一看，赶紧阻止我，这个是之前答应你王姨的，妈妈知道错了的，你就再帮妈妈这一次，好不好？这一来，我也放弃在家待着了，肯定不得安宁。回屋拿起包，我说过的吧，要做好人自己做。妈妈一听，指着我刚要说话，却又忍下来了。大概是想起我昨天的发疯吧，一个人气哼哼地走回客厅。但我心情挺好的，出门时还有心情笑眯眯和2个孩子说再见。希望我妈没忘了我昨天最后说的话，来惹我就都别好过了。所以晚上回来时，我给我妈接了个活。妈，姚姨想帮一大家子都织件毛衣，这布毛线都买回来了，发现自己手艺不行，又觉得浪费毛线，都打算到外面拿钱找人帮忙织了。我听到一想，这不是巧了吗？妈，你织的毛衣可好了，都是邻里街坊的，我就帮你答应了帮姚姨这个忙。姚姨一把拉住妈妈的手，哎呦，老姐妹，真是麻烦你了。妈妈看一眼那装毛线的大袋子，僵硬的笑笑。雅雅那孩子竟会夸大事实，我织的哪有多好，就怕你到时候怪我织坏了。妈，你又谦虚了。我迅速进房，拿出一件毛衣，看着毛衣，说你是毛衣仙人也不为过。姚姨细细地看了看毛衣，老姐妹，你这手艺真是好，我怎么会不放心？来，我给你说说尺寸。我还想着呀，最好每件的花样都不一样。妈妈僵硬地被拉到沙发坐了下来，却硬是不说一句不愿意。这天妈妈和姚姨聊到了很晚，我睡得格外安心。在同事问我是不是捡钱了，这几天怎么这么开心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心情好到竟然藏不住。妈妈最近真是太安静了，也不搞事了。哦，也有可能是没时间搞事。一想到每天下班都看到那个织毛衣的身影，我就忍不住笑出声。真希望姚姨能大力宣传一下，这样我妈就有织不完的毛衣，看她什么时候才忍不住。回到家时，织毛衣的身影已经变成怨气满满织毛衣的身影了。一看见我，妈妈生气的眼神瞬间看了过来。徐科雅，你有那么恨妈妈吗？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我？你妈我都55了，你是想累死我吗？质问我的时候，妈妈手上的动作都没有停，我看着就觉得好笑。我摊手无辜，什么报复？我这是学到你的乐于助人、乐善好施这些优良品质，这不是你经常在我耳边提的吗？再加上都是街坊邻里的搭把手的事，妈你该不会不愿意吧？妈妈被我噎住，气得胸膛起伏都清晰可见，但还在织毛衣。你可以自己和姚姨说你做不了那么多。我笑眯眯故作惊讶，我忘了，你怎么会做言而无信的人？这可不是我妈的人生信条。这次我妈没忍住，拿起旁边的棒针就要过来打我。
我赶紧往房间里跑。你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还那么多没吃呢！你站住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孝女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我关上房门，对外面大喊：我说过，别再拿这些事惹我，不然我不怕再帮你接几个乐于助人的活，帮你再提升一下名声。外面的妈妈恨恨地拍了几下门，就回房间找休息的爸爸审判我的罪行了。我靠着门叹了口气，每天家里都像打仗一样，不知道这次教训能让妈妈安分几天。半个月后，我妈妈终于织完最后一件的第二天，就传来奶奶老毛病去医院，让我妈医院集合。我警铃大作，一去公司就向公司申请了最近出差的名额。以前奶奶住院可都是我陪床照顾的，就算小叔提出请护工然后平摊钱的方案，也被我妈拒绝了，说浪费钱，让子孙陪才是孝心。然后这个表孝心的机会就一直被我妈安在我的头上。说实话，挺有效果的，奶奶开心，叔叔开心，姑姑开心，我妈我爸也挺开心的，只有我是那个大冤种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一回家，爸爸和妈妈已经坐沙发上等我了。妈妈眼神躲闪，让我坐下。你奶要住院几天？以前都是你陪床陪惯了的，这次大伙商量，还是你去陪。你答应了是吗？妈妈更不敢看我了，这一直是你，我都不好拒绝。你去陪陪也好，你奶年纪都那么大了，你能全心全意陪她几天，不是很好？说着，大概越来越觉得自己有道理，抬起头看向我。做子女的可不能没有孝心。最近你这样对自己的妈妈就不说了，对你奶总不能这样。我对她笑了笑，妈妈脸上一喜，以为我答应了。我真是没猜错你呢，你别指望我。我回来收行李要出差，妈妈急急忙忙追过来。那你奶那里怎么办？请护工，让奶其他儿孙陪。我瞟一眼妈妈，或者恭喜你，表孝心的机会落在妈你身上了，奶肯定会很感动。我煞有其事地点点头，拍拍我妈的肩，到时候你又有美谈了。拉行李箱走到门口，我才想起什么，赶紧回头和我妈交代。幸好我预判了你的动作，楼上孙奶奶那个读高中的孙子，我替你答应了，这周都让他下来吃1日3餐，你记得准备一下。趁我妈还在震惊中，我赶紧走人，不过是上楼。其实我根本没有帮我妈答应孙奶奶，只是知道有这件事，孙奶奶正烦恼，也不知道孙奶奶解决了没，得赶紧上去说一声，不能让别人抢走我妈这做好事的机会。我真是有孝心的一个小女孩。我妈最后还是选择最辛苦的方式，都做。但就算是这样，我妈还是坚持每天抽时间打电话骂我。这次妈应该是累惨了，毕竟我爸已经上班了，且头还会时不时痛，帮不了我妈很多。才第3天，连我爸都打过电话给我，指责我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他累，他可以把活推出去啊，他硬要做，说明他没多累。爸你心疼，就劝妈请个护工，跟我说有什么用。从那之后，我爸就没有再来电话，而我为了我妈能安心地表孝心，虽然我只出差3天，但特意在酒店住到奶奶出院。我容光焕发地回到，发现竟然少见的没人在客厅，听着一阵哎呦声，原来是爸爸在房里帮妈妈的腰揉药酒。我靠在门边乐呵呵地看了好一会，他俩才发现我的存在。你还笑得出来？你妈我都被你搞成什么样了？我真是我妈的良药。看见我的那一刻，我妈都忘了腰疼这回事，猛地向我冲来。我当然是转身就跑，跑到饭厅，和我妈隔着饭桌的安全距离才开口。我当然笑得出来，妈你虽然累，但你让奶奶看到了你的孝心，又帮到孙奶奶一家，
我当然替你开心。你，妈妈指着我的指尖都在颤抖，眼瞧着说不过我，开始坐在椅子上抹眼泪。我这么辛苦那么多年，养出了个不孝女啊！从小我就把你当眼珠子一样养得那么大，没想到养出个仇人。我双手交叠在胸前，可不吃他这一套。我这不是一直按照你教的做的吗？搭把手的事，怎么你让我去做就行？我让你去，就变成你的仇人了？妈妈抹眼泪的手僵了一下，说到底你还是记恨以前我替你答应了几件小事，我都和你保证过不会了。之前毛衣的事我都没怨过你，这次你奶奶这事是你这个孙女应该做的，我才应下来。可你呢，不仅不去，还让我给别人煮1日3餐，你这不是想让我死吗？妈妈越说越觉得自己委屈，哭的声势也越来越大。爸没有劝过你吗？你可以不去的，可没人逼你。妈妈一次次被我打断节奏，也不哭了，气得用手用力拍胸膛来顺自己的呼吸。你这是要气死我呀！我是你妈，让你做几件事而已，这不本是你这个当女儿应该的吗？你出去看看，哪有你样的女儿啊？还对自己妈妈报复起来了。你读那么多书，就学到这些吗？我不明白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让你去帮忙，也都是在你空闲的时间，我从来没有让你不管不顾的去帮忙。我是把你的东西送出去几件，可你都是我养大的，我拿你几件东西都不成了。再说送出去就送出去了，再买不就好了？你说你爸受伤是因为我，这个我也认了，但我也保证下次不会了呀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非要我死了是吧？我冷眼看他哭天抢地地诉说自己的委屈。既然你不觉得自己做的有问题，那我做的不也没错吗？反正你一整天就是太闲了，才会哪家的事都揽到自己家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再帮我揽事，我不介意帮你把每一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他。之前的事还是太轻松，才会让我妈还有功夫演，还是得来件让我妈忍不了的事。我笑意盈盈地把大舅妈送出门时，妈妈刚好回来。大姐，东西我拿到了，谢谢了哈。我妈不知所以，还是笑着道：哎，上次小雅不懂事，你不跟她生气就好。妈妈依依不舍地把大舅妈送走后，才兴奋地到我面前：你给了你大舅妈什么东西？不过不管是什么都做得好。上次你大闹你大舅妈家就不对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该闹得那么僵。你说的对，我乖巧地看着我妈，都是亲戚，所以这次我一听大舅妈缺东西，我立马就给了。哟，我女儿这是转了性子，今天说话都不气我了。妈妈神情虽然还有些疑惑，但心情很好，哼着歌就进房了。就是这心情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了。我待在原地等着，下一秒，妈妈气红了眼冲了出来，拿起放旁边的衣架朝我走来。我当然是遵循以往的规则，赶紧躲到饭桌后面。你过来，你是不是把你外婆留下来的那套玉给你舅妈了？对呀，我看她朋友圈说她弟结婚想借一套上档次的首饰，我就主动借给她了。她说用完就马上还回来了。我一脸无辜，妈妈声音哽咽：那是你外婆留下的遗物啊，你再怎么和我斗气，怎么可以用这个？你大舅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是什么人，借给她的东西她不用个10次8次都不会还回来，磕到一点可怎么办？妈妈泄了力，靠在桌子直哭，眼神也没有偷偷看我反应，可见是真伤心。不是妈你说的吗？东西放着也是积灰，还不如帮助别人。可你这样说也对，要不现在去拿回来。妈妈被这样一提醒，赶紧站起来往外走。对，她应该还没给出去，我赶紧要回来。我拦住她的脚步，可是妈，这样不好吧？都借出去了，
再要回来，不是破坏了亲戚间的感情吗？妈妈一把把我推开，恶狠狠道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，你个不孝女！如果那套首饰坏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我被骂了也不生气，开开心心跟上我妈的脚步。这么一场好戏，可不能不看。我刚靠近大舅妈家，就听到大舅妈的大嗓门：“你们母女可真有意思，答应了有跑来要回来，耍我们家好玩是吧？”我妈也不是吃醋的，和你好好解释，你就是不听是吧？赶紧把东西还回来，别逼我上你弟家拿去。哪有你们这样的？要么就一开始就别给。现在东西都交到我弟媳手上了，我去拿回来，我还要脸骂我可不管。你说不出口是吧？那就我自己来。妈妈做事便要去抢大舅妈的手机，大舅妈赶紧握紧手机，放软语气：“大姐，现在拿回来真的不好看，等我弟办完婚礼，一办完我马上原封不动的给你送过去，行不行？”我妈不为所动，继续上手抢手机。大舅妈看我妈油盐不进的样子，只能不甘不愿地打电话。一和对面接通，就开始抱怨我妈多么过分，没完没了，说了10几分钟才挂断，扔下一句：“等着就不理我们母女俩了。”在大舅妈说我妈坏话时，我一直偷看我妈的表情，竟是出乎我意料的平静。这次竟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了，有进步啊！一拿到东西，我妈不管大舅妈的脸色，也不管我，直冲冲的就往家走。一到家就绷不住了，眼泪连成串的往下滴。你满意了？让你妈我出那么大的丑？我不以为然。我都说别拿回来，你这样不是也让我在亲戚面前没脸了吗？妈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说的什么话？这可是你外婆的遗物啊！你外婆生前对你多好，你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这不是拿回来了吗？我翻了个白眼。我妈看我这个态度，更气得说不出话，只能看着首饰盒继续哭，直到爸爸下班回来，打破了这个情况。等爸爸了解完情况，皱眉看向我：“小雅，这次真的是你做的不对。之前你受了委屈，怎么对你妈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但现在你是越做越过分，我可不接受这指责。”从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首饰盒，打开，里面正是外婆留下的那套首饰。外婆那套我早就换过来了，我才不会拿外婆的遗物去冒险，也是因为我不会随意把我家的东西给别人。妈妈这才止住眼泪，慌里慌张打开手里的盒子，是一套金首饰。一瞬间，妈妈松了口气，一般又哭又笑，大概是开心我这个女儿并不是个冷心冷面的人吧。我嗤笑一声，知道被人拿你的东西随意给人的感觉了吗？下次你再替我答应，我可不敢保证会不会把真的给出去。爸在外面安慰了妈妈好一会，领着妈妈到我的房间。妈妈坐在我床边，轻声道：“雅雅，以前是妈妈错了，不应该为了自己忽略你的感受。我不知道妈妈这道歉是真的变了，还是只会好一段时间。反正以后和我关系不大了。”想着我那套快装修好的房子，心情都轻快起来。至于我爸，他爱惯着他就受着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